我们今天继续讲伤寒论我们上次说到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几个特点其中有关发烧的共性我们大概讲明白了，大家错过的话可以看回上一个视频。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其他特点第二个是各种疾病的个性不明显，什么意思？比如同一个肺炎有的人局部症状比较明显比如说肺的咳嗽咳痰胸痛胸闷这些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观察就能判断它是肺炎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局部症状不明显了但是这个全身症状比较明显比如说发烧怕冷喉咙痛流鼻涕这些但是咳嗽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就很难判断它是不是肺炎那为什么临床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感染的病原体不一样病毒感染的话全身症状比较明显因为病毒它不能自己复制嘛它要依靠我们的细胞，所以它就不会待在一个地方全身扩散，对，它会到处跑它跑的话我们的免疫细胞还有炎症因子就要跟着它跑所以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那如果是细菌感染的话它们可以自己繁殖所以它们会选择待在一个地方局部症状明显所以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会往那个地方打所以就局部症状明显了。当然这个细菌也可以跑到全身，不过那就不是普通感染了那就是菌血症会引起败血对那么我们假设我得了病毒性的肺炎，而你得了病毒性的肠胃炎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全身症状都很明显局部症状不明显那我们就很难辨别了。怎么区分呢？而且在早期的时候病毒性感染都是以全身表现为主的另外这两个病都可以同时出现肺还有胃肠道的症状。对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在古代终于没有办法抽血做检查的情况下，伤寒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伤寒论干脆就不分了他把所有不同的感染性疾病都放在一个章节里面谈，然后给这个章节取名叫太阳病篇。所以你看伤寒论里不会讲肺病胃病肺炎胃炎，它都是直接讲症状比如病毒性肺炎的条文叫发热恶寒身痛咳喘表现以全身症状为主，再加上一个咳喘的局部症状那如果伴有胃肠道表现的话，它就会再加上呕吐下痢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辨别是胃肠炎还是肺炎了在伤寒论里都是用同一个药把两个病都一起解决掉再比如泌尿系感染的条文叫做发热小便不利茯苓散猪苓都有那如果同时出现肺部感染的话，就会说发热咳喘小便不利也是一个道理用同样的药把这两个病一起解决所以在伤寒论里它没有明确的分开不同的感染性疾病，只是通过患者当下的表现组合来教我们怎么治疗所以这本书特别实用尤其适合非专业人士反正是日本汉方是把它奉为临床的圣典对尤其非专业人士大家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诊断也可以通过模糊的诊断进行准确的治疗这就是伤寒论的魅力。稀里糊涂的治好的中医对，有点像没有了所以很多人看不懂伤寒论在表达什么，虽然很好用，但是确实是稀里糊涂解释不清楚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候技术的限制再加上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特别的复杂，没有写文字看不到为什么对，所以就造成了伤寒论的布局和其他的医书不一样。大家知道伤寒论有398个条文其中接近一半都归类在太阳病篇。那么多感染对，这里面就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指南所以有的中医就说半部伤寒走天下，你学会了太阳病篇就可以治很多病了。对好，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感染性疾病诊疗指南的伤寒论它在前半部分就已经把全部病种都提到了，那么剩下一半的内容是讲什么这套体系还欠什么这是关键。这就涉及到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传变快和并发症多并发症对
我们先讲传变快，就是原本是胃肠炎的如果我们不好好治疗，它就可能发展成肺炎，心肌炎这些，所以一个病人可以同时有好几个病，传变，对。那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伤寒论》怎么去解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伤寒论》不做具体的诊断不说你是肺炎合并胃炎，它是把每个病的症状拆开来再从病人个体的角度把病人现有的症状组合起来，变成属于《伤寒论》独有的一个病，辨经辨证。对，比较难懂我们举个例子，西医是把局部当成疾病。比如说肺部感染叫肺炎，对胃部感染叫胃炎，所以西医不同的病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对吧？所以你看西医的报告写一大串，对，一个人就可能很多病什么病，10几种病，对。那《伤寒论》怎么认识疾病呢？《伤寒论》也会把局部当成疾病，但是在治疗的时候，《伤寒论》会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把这个人具有的所有病都总结为一个大病，他把这个大病称作一个名字，叫做症。所以此症非彼症。对，这就是中医讲的辨证论治，讲的就是这个症。但每个人的辨证还不一样也是那就很复杂了。那比如这个人同时有肺炎、泌尿系感染、胃炎那么伤寒论就会用这些病的主要症状作为代表组合起来以代表这个病人目前的身体状况。比如伤寒论会这样子写发热恶寒、小便不利、呕吐下痢、咳喘者然后用什么什么药。又有肠胃又有呼吸道症状对所以伤寒论认为一个人可以得很多病，但是当下只有一个症，他就是有是症用是药，对用是方，因为是他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个病是局部的病，症是整体的病，就比较整体全面比较全面。那伤寒论就认为辨证在急性感染的治疗里是很重要的，因为急性感染传变快你要分期，就好像西医里面也是有分期对，1、2、3、4主要是它可以很多个病在一起，它传变太快了如果你是按照病种去治疗的话它可能一下子就跑到下一个病那共性的感染的什么什么期，经转期急性期传变期，那个是一个病里面的不同分期那个又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面对3、4个病要怎么用药西医它就是联合用药嘛不同病全部扎在一起丢化疗都是联合对，鸡尾酒疗法中医也是联合用药所以中医有个概念叫方子嘛其实就是联合用药。那对应不同的症中医就有不同的方子比如有个方子叫桂枝汤那么对应的症就叫桂枝汤症直接把这个治疗和诊断连在一起了。方症所以中医只要辨证治疗就出来了，比较简单好像看到这个人然后结合这些加减乘除方程式出来一个方程。对，因为它是已经高度的概括因为它是通过症来概括的嘛那中医症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它不是简单的疾病组合不是说你有痔疮我也要考虑因为痔疮是慢性病嘛它又不会传变它又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伤寒论的辨证它是专门为了急性感染设计急救急对，它是快的快的感染才有辨证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伤寒论还有一个姐妹书叫《金匮要略》这里面讲的就是急性感染性疾病以外的病的诊疗指南，更像是慢性病并发症之类的杂病，就急性感染以外的那《金匮要略》里面它就不强调辨证，而是强调辨病，对，也就是局部的病。这很现代西医对，什么病？对，分科嘛对，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固有的一个病变，它不会到处乱传。比如说你癌症，你在一段很长几十年的当中，它癌症就是在那一个局部除非它传了那就不一样了是吧？
所以也有一些装病方，装方。对对，装病装方打死老中医啊。那比如病人得了一个胆结石啊，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加重，只是病人自己感觉不舒服啊。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病人整体还有什么问题就不太需要了。我们就是按照胆结石治疗。那中医历代就总结了很多治疗胆结石的方子，拿来就可以用。就是缓急，我先治急的急症或者。缓急是那个辨证。变病你就没有急了，你就可以这样一个方子一直用。你几个月一直吃，直到吃好就可以了。只要它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变化就行。那可能病人的体质热一点，就加一点凉药。寒一点就加点热药。虚弱就补虚，如果比较强壮的还可以攻一下。那有关金匮要内容我们以后会谈到。它也是一本奇书。所以中医里就有一句话叫急性感染以辨证为主，慢性杂病的话就以辨病为主。具体差异就是病情发展的快慢。急性感染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病人整体以外还有什么病。而慢性病就不用。那比如病人要治疗痔疮的话，我们就不用管他心脏病。只要你用药不要引发这个心脏病就可以。这是重点。但是还有一个例外就比如说这慢性病它急性加重的情况，那就当急性。对，我们就要辨证了。比如说这个胆结石合并了胆囊感染，心肌炎引发了心脏病，或者是说慢性哮喘，它又合并了新的感染，这时候就要用到伤寒论的智慧，就不能单独用金匮要略。这部分内容比较干。当我们讲到具体的条文的时候，大家就有体会了。到时候大家再看回这个视频就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好，我们下次再聊。